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美俄军事斗法不断升级。就在美俄外长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谈后不到一天，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首批90吨军事物资就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不仅如此，美俄更是前后脚官宣即将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但就在美国拉紧北约盟友为乌克兰撑腰时，德国海军司令在印度一个闭门会议上的发言却引发轩然大波。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值得尊敬，且乌克兰永远无法从莫斯科手中拿回克里米亚，这让乌克兰方面伤透了心。就在俄罗斯宣布将在未来数周动员超过60架飞机、140艘军舰和1万名兵力，分别于大西洋、北极、太平洋和地中海举行全方位海上演习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也宣布，下周一开始的代号“海王星”打击22海上演习将持续至2月4日，意在展现北约整合航舰打击群的高端海上打击能力，凸显北约嚇阻和防御的能力。尽管科比表示，这场演习的筹备工作自2020年就开始，与当前的乌克兰局势毫无关联，但实际上，这场演习并没有出现在北约去年12月14日公布在网站上的2022年排定演习清单中。就在美国宣布军演消息后不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北约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盟国。美国航母参与军演，强烈显示出跨大西洋的团结。外界注意到，此次海王星打击22演习的主力正是自去年12月就部署在地中海的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该航母打击群除了杜鲁门号航母外，还包括圣哈辛托号巡洋舰、科尔号、班布里奇号、格里夫利号、贾森登纳姆号导弹驱逐舰。此外，挪威海军弗里乔夫南森号护卫舰也与美航母打击群同行。按原定计划，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原本应在去年12月底穿行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配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中东的行动。但美国防长奥斯汀却下令航母打击群驻留地中海地区。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航母打击群形成的变化反映出美国军事力量在欧洲持续存在的必要性，也是让美国盟友和伙伴相信美方会履行集体防御承诺。除了海王星打击22演习外，3月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还将前往挪威海参与3月开始的代号为“寒冷回应2022”的演习。据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处发布的公告称，28个国家的3.5万名军人和美国航母将参与到这场极地演习中，这是美国与北约的最大规模极地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对深圳卫视表示，目前来看，双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随着美俄多场会谈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及其盟友试图通过制裁等方式来回避俄罗斯的正面要求，这也就加剧了俄罗斯被迫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迫切性。还有一个就是更根本的原因呢，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美国和北约不但没有在这个东线增加军力部署，反而实际上我看美国还削减了他在欧洲的驻军，而这个俄罗斯在这个2014年之后，他这个加速这个自己的军改的步伐，提升了这个自身的这种这个武器的现代化水平，改进了军队的编制，使得这个俄罗斯军队现在应对这种突发的快速的这种小规模冲突的能力大大提升。因此呢，这个就是现在在这个整个东欧地区呢，实际上这个常规军力的天平是完全倾向于俄罗斯那一边。长远来看，其实这种军力的失衡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战争的可能性会增加。除了大搞军事演习秀肌肉，北约多个成员国也相继真枪实弹为乌克兰撑腰。乌克兰军方周六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首批90吨军事物资已经抵达乌首都基辅。这批物资是华盛顿去年12月批准的2亿美元军事援助项目的第一批，包括小型武器、弹药、加密无线电设备、医疗设备和各种零部件。另外还有一些杀伤性武器，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和反装甲炮以及重机枪等。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加快授权北约盟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向乌克兰转交的防御设备。据悉，爱沙尼亚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另外2国则将运送防空导弹和其他设备。
而包括英国、法国、丹麦、土耳其、西班牙在内的多国都已经或正考虑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军舰、战斗机等。目前来说呢，这个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一系列武器中，其实主要就是纯粹的这种单兵防御性的武器，它是无法改变这个战场上的这种俄乌双方的军力对比的，是这个杯水车薪的，更多的还是为表达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态度。不过，德国似乎不想直接卷入这场行动中。《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德国方面拒绝签发爱沙尼亚向乌克兰提供德产武器的许可证。德方担心这样做可能会使乌克兰局势更加紧张，谈判更加困难。德国总理舒尔茨本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近年来德国不支持出口致命性武器。此后一天，德国防部长布雷希特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呼吸机等医疗设备，联邦国防军医院也接收了重伤的乌克兰士兵。2月，德国还会向乌克兰移交一个完整的野战医院，并提供必要培训，但强调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是联邦政府的共识。而让乌克兰心寒的还不只是德国在提供武器上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日前，德国海军司令舍恩巴赫中将在访问印度的一场闭门会议中表示，俄罗斯和西方同属于基督教文明，因此德国应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默许俄罗斯的做法，并联合俄罗斯一同抵抗日益崛起的中国。在后续讲话中，舍恩巴赫还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做法是在对西方施压，以换取尊重，而克里米亚半岛已经失去且不会再拿回来了。但令舍恩巴赫没想到的是，他的此番言论却被参会者暗中录下，并于本周五发布到了网上。这种直接否定了此前德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官方立场的言论，很快受到了包括乌克兰领导人在内的多国政要的猛烈抨击。多方压力之下，舍恩巴赫于周六晚宣布辞职。德国国防部也在他辞职之前就对其言论公开进行批评，强调这并不是德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在德国军界，舍恩巴赫一直因其军事素养和履历平步青云，并在去年3月被任命海军司令一职。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对华问题上盲从美国的指挥棒，自上任以来就常常不顾德国的国家利益和实力，拼命放狠话。比如，他曾声称中国海军军力的爆炸性扩张令人担忧，每4年就扩增一支法国海军的军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直斥言过其实，表示担忧更是大可不必。此外，舍恩巴赫还叫嚣要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还多次对外宣示未来德国会有更多针对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比如派遣更多的舰船和飞机等。有观察指，担任德国海军司令不满1年就被迫辞职。舍恩巴赫此次翻车可以说是给德国的对华强硬派上了一课。德国海军司令舍恩巴赫访疫期间私下议论中国的狠话被曝光，那他也被迫辞职。您怎么看他所谓用尊重俄罗斯来换取西方共同对抗中国的狂妄论调？德国海军司令的论调，我也在海外媒体上看到其他人这么说过。当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而杠上以后，有一种观点就认为，美国在领导西方全力遏制中国。如果美俄不能够尽快的解决冲突，就会把美国拉回到欧洲问题上，俄罗斯就会回到美国和北约的第一大对手位置上。那么相应的就缓解了对中国的压力，阻止中国崛起的战略可能失败，中国也可能趁势收复台湾。因此美国和北约可以给俄罗斯一些这个尊严，满足俄罗斯的一些要求，从而尽快的结束乌俄边境危机，把美西方的注意力和关注点转向东方，在印太战略上下功夫。美国满足了俄罗斯的部分要求，那么经济力量不够强大的俄罗斯可能与美西方一道制约中国，起码可以打破中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格局，不会出现西方同时面对中俄2个大国的制约。美国总统拜登所谓的俄罗斯小规模进攻要付出的代价小，也被一些人解读为是牺牲乌克兰利益的前奏。德国海军司令的论调就是这种主张的另类表达，不仅盲目的跟着美国瞎嚷嚷，而且不顾德国的国家利益对中国放狠话，甚至用文明冲突论来制造中国威胁论，用带有种族偏见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中国。
德国海军司令的论调呢，之所以也引起了这个乌克兰领导人的抨击，就在于美国和北约可能会牺牲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容忍俄罗斯呢占有克里米亚半岛，甚至觊觎乌克兰东部地区。这呢是一种非主流观点。那么德国海军司令呢也已被迫辞职，就说明呢他的狠话不被各方接受。但是美西方呢试图联手俄罗斯来制约中国的这种贼心还是没有死。中国呢需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